最想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老婆？最想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近期最想说的，老公，我自己要吃多少东西，我会自己决定。然后我要瘦到多瘦，我自己会决定。所以关于吃东西这方面，你可以省心。这一个食量比较大，不在乎哪里某个哟。因为我是出了名的肚子饿到很饿的时候才会吃东西的人，我爸吃的比我多。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是大 S 在2段婚姻中公开的视频中的一些片段，可以说差异是非常之大。后面我们具体会谈。大 S 的去世之后，就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漩涡。有人说，能让大陆和台湾网民引发如此巨大讨论的2个男人，只有汪小菲和特朗普。汪小菲在雨中漫步，又发帖回复说：“老婆好想你。”有人说这是深情，有人说这是恶心的表演。具俊晔也在自己的发文中就讥刺，称有人在雨中走来走去。但无论是表演也好，还是真情流露也罢，他对现任的妻子显然是不公平的。汪小菲上一段婚姻已经失败了，其实应该用更合理的方式来对前妻表达思念和悔恨，而不是这种方式哈。那张兰、汪小菲的直播间也陆续被封，有人拍手称快，认为这是正义得到了伸张，大快人心，希望这对母子从网络中消失。有人又认为这是没有法理依据的网络霸权，是对一家创造了几千人就业公司的打击。你看这些人的观点是对立的，但是你看哪一方好像又都有那么些道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啊！今天我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大 S 的2段婚姻到底哪一段更幸福呢？那围绕具俊晔争夺抚养权也有一些争议，有人支持，有人质疑。具俊晔这样做是爱屋及乌、有情有义，还是另有隐情？今天我就来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来讲具俊晔争夺抚养权的事情，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其实在当前节点，具俊晔提出这样的想法，从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现在悲愤异常。同时他认为汪小菲是在表演深情人设，而且呢，通过之前他对大 S 的一些伤害，他心里就认定了汪小菲就是一个恶人，甚至可以说是大 S 的仇人。那么出于爱屋及乌呢，希望远离这样一个他所认为的恶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甚至还可以说这是对大 S 的一种负责。但是具俊晔他忽略了一点，有句话叫虎毒不食子。即便汪小菲和张兰能够对全世界其他的人都恶语相向、飞扬跋扈，但对于他们自己的至亲血脉，他们一定是世界上对他们最好的人。这种好一定会远超具俊晔和小 S。再来看看，如果具俊晔他们拿回了抚养权，那么谁来抚养大 S 的一儿一女呢？具俊晔他作为娱乐圈的人士，生活圈子其实相对是复杂的，而且他作为韩国人，在台湾当地算是一个异乡人，他是否有能力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这是存疑的。相比之下，亲生父亲汪小菲无论是经济能力、家庭环境，还是与孩子的血缘联系，都是更合理的抚养选择，这毫无疑问。其次如果抚养权交给小 S 一家可行吗？小 S 自己已经有了3个女儿，还要兼顾她自己的事业，而她的丈夫也不是一个什么靠谱的人士。那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5个孩子的抚养本来它就充满了挑战，更何况其中2个还不是亲生的，那长久下来难免就会出现亲疏分别，孩子之间的这个相处也可能存在潜在的一种心理压力。你看，因为孩子他最是童言无忌的，也最能恶语相向的，那小 S 的3个孩子一定就觉得自己是自家主人的那种感觉，让大 S 的2个孩子始终就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对他们的心理成长肯定是极为不利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具俊晔你认为谁是恶人，而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答案不言自明，孩子回到汪小菲的身边是唯一的最合理的选择，没有其他。那为什么我不谈大 S 更爱谁因为我相信大 S 在不同的阶段对于这2个人都是非常深爱的，不同时间段去比较呢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哪一段婚姻更幸福，就更值得探讨一下先来说说他跟汪小菲的婚姻。先来看这段视频很明显大 S 在其中是小心翼翼，却欲言又止，整个人又缺乏活力。但汪小菲这个眼神却是非常犀利的。你不能说这是一个节目的剪接制造噱头，其实这种这2个人之间的这种状态的感觉，在他们的那个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里面随处可见。许多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故事，其实看上去像是一个美好的爱情童话，往往呢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说白了就是有钱人家事儿多。这个事儿多呀，它还不只是规矩多，还有那些耗尽人心力的事情非常多，包括什么生意的成功与失败、生育问题啊等等。汪小菲他们家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豪门啊。张兰呢，不管她人品怎么样，咱们得说她的生命力是真的非常旺盛。和互联网的那些新贵和地产大亨不一样，张兰累积财富啊，那都是一盘菜一盘菜的炒出来的。而且呢，她又没有做成像海底捞那样的规模，整个过程其实非常辛苦，积累起来也非常慢，而总量呢又不大。不过张兰家族啊，也绝对称得上是有钱人了。有钱呢，他就得讲究，暴发户呢也不例外。财富它不仅带来的就是优渥的物质条件，还附带了一整套的这个家族的规则呀、隐形的责任等等。其中最突出第一位的就是生育问题。那在普通婚姻里面，生孩子往往它只是夫妻之间的决定，但是在有钱人的家里啊，生育它就不只是个人意愿了，它更是一种家族的使命啊。那孩子不仅是爱情的象征啊，更是家族血脉的延续，其中就牵扯到了什么遗产继承啊、商业版图的巩固扩展，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长辈在家族中的这个权力分配。你看香港的霍家就传出了很多因为子嗣生育发生的这种财富继承啊、转移之这些故事啊。那如果婚后迟迟不能生育啊，或者是生的不是男孩，那就一定会遭遇到家长的压力，甚至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当然了，这个大 S 呢也曾经在多个场合中就强调，生孩子也是他自己强烈的意愿，他自己很喜欢小孩子，也想多要几个小孩，但在身体如此之差的情况下，已经2次流产了。最后呢，他还是拼命生了2个孩子，这其中啊肯定是有一些来自家里的压力。从张兰和汪小菲的角度啊，他们也一定是希望多要孩子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啊，以汪小菲那种所谓的咋咋呼呼的性格，说一点小感冒动不动就要去医院，就非常在意家人的身体健康的这种人啊，那怎么在大 S 身体状况这么差的情况下，就算大 S 自己想要生很多，他为什么不能拦着呢？所以有钱人家的这个生育压力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汪小菲也不能免俗，不能例外。那除了生育啊，这豪门家庭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管理体系，就是家族的这个权力架构。很多时候女明星她不仅要面对丈夫，还要面对更为强势的家族主母。其实他们在婚姻后期，这大 S 不肯搬到北京一起住了，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就是对这种家庭主母张兰的一种反抗。对于张兰、汪小菲来说啊，因为他们家族其实底子不厚，又遭遇了重大的商业挫折，那娶了一位女明星，不仅仅就是因为爱情，也是额外获得一种商业资源了嘛。所以其实不止大 S 啊，很多豪门的儿媳在婚后都会被安排开设什么个人的品牌啊，或者是帮助夫家来宣传生意。在公众面前呢，也需要维护一个完美的婚姻形象哈。那有些女明星嫁入豪门之后，那婚姻几乎也就等于了事业的终结，她自己事业的终结，他们的这个言论啊、社交甚至生活方式啊，都会受到限制。不过大 S 和汪小菲和这些真正的豪门，它还是有区别的。所谓当年的京城4少之一的汪小菲，在婚姻里面，他有豪门少爷的各种做派，也传出了各种真真假假的丑闻，比如家暴啊、出轨等等。但是汪小菲的家底啊，其实他不厚。同时呢，大 S 你看她自己挣的钱也不少，所以在婚姻的后期，对于大 S 来说，这段婚姻确实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除了儿女的这种牵绊之外，已经没有太多幸福感可言了。下面再来看看她和具俊晔之间短短的这个3年婚姻。先来看这段视频，很明显啊，大 S 就已经恢复了鲜活，甚至有了少女感。这段婚姻就完全是另一种模式了。有人在网络上就说啊，这大 S 妈妈已经出来说了，她认为呢，大 S 和具俊晔这3年的婚姻其实是大 S 48年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老人家呀，不是当事人，说的话未必完全正确。这段婚姻呢，未必是最快乐，但是很快乐、很轻松，那是肯定的。可以很明显看出，大 S 的付出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安排的。她愿意支持具俊晔的事业，这不是被要求的任务，而是出于一种自愿。这种关系就更接近爱情和陪伴和支持，而不是一种交易。而大 S 的这2段婚姻啊，呈现出这个2种不同的状态。和汪小菲在一起呢，他就需要适应汪小菲的世界，需要承担家族生意的一些责任，面对事业压力和情绪冲突。而和具俊晔在一起啊，他就回归了自己的世界，婚姻就变得轻松自在，整个人的状态啊，你看都发生了变化。这不完全是因为他和具俊晔当时处于一种新婚期滤镜，而是婚姻本质的差异。你看这个压力啊、责任啊、情绪控制等等多重因素的这种共同作用，就使他啊在2段婚姻中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从大 S 的这个状态，你就能看出这个幸福婚姻的状态。他在和具俊晔相处的时候，大 S 这个情绪啊就很轻松，整个人就焕发了光彩，有着久违的少女感。这种轻松，它不是刻意表现的，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流露。而在与这汪小菲的婚姻的后期，他这个状态啊就明显低沉。
眼神里就透着一种疲惫，情绪呢也就逐渐变得很压抑。这绝对不是什么单纯的婚姻保鲜期过了啊，就是婚姻呢进入了7年之痒，而是在婚姻中的这个压力责任就渐渐就已经超出了他的这个承受范围。有人可能会说所有的婚姻它都是从激情走向平淡。但问题的关键是，大 S 他不是说什么一个厌倦了婚姻的人，而是他是一个追求稳定婚姻的人。他是厌倦了婚姻中那种压迫和被消耗的感觉。这种差异的根源其实就是婚姻中的情绪价值。汪小菲脾气急躁，事业压力巨大，每天需要管理庞大的这个商业版图。虽然很难说他挣了多少钱但他确实每天要面对几千人的这个人的一种管理，这个事儿特别多，会压力非常大。那面对团队、股东和市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变化他每天都要去应对这些东西，这些就让他在婚姻里就难以提供一个稳定的陪伴、支持和情绪。那具俊晔，你看他的生活节奏就相对简单，他的事业主要是演出和代言，工作压力就远没有那么繁重。更重要，他不需要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杂事、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不需要面对。所以他婚后他的事业还被大 S 拉扯着，就迎来了新一轮的这个上升期，收入大增所以他对这段关系也是充满了感激，他更愿意去提供情绪价值了。简单来说，汪小菲的生活压力和个人素质让他无暇顾及情绪，而具俊晔的相对轻松让他能够给予大 S 更多的温柔和体贴。大 S 和具俊晔刚结婚那会儿很多网友他都不理解，都觉得都管具俊晔叫什么那个光头，觉得他是吃软饭，而且还是靠大 S。在台湾也是住在大 S 的房子里。其实对于大 S 来说，年轻的时候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轰轰烈烈过，也互相折磨过。现在人到中年，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情绪价值，觉得自己开心平和最重要。他只需要和一个简单的人相处，来享受余生。尤其是他自己本身已经是有钱人了，在剩余的人生的时间里面，他最需要的就是情绪价值，而不是每天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责任感。这也是为什么面对汪小菲的多次挽回，他始终坚定拒绝。他知道汪小菲的性格、事业和生活模式都不会改变，而他已经不想回去过去那种紧绷的状态了。那具俊晔的存在就让他不需要再去扮演一个符合汪小菲家族好妻子的角色，而可以完全成为真正的自己。他不再需要去处理复杂的关系了，不需要去迎合伴侣的情绪起伏了，不确定性的背叛这都不需要面对了，而是可以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舒适空间，拥有人生难得的松弛感。大 S 的婚姻哪一段更幸福？答案是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并不是说汪小菲没有给予过大 S 幸福。事实上，在他们婚姻的前期，大 S 也曾经深深爱着汪小菲，甚至称他为心中的男神。但人的感情它是复杂的，婚姻更是如此幸福感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会受到事业、个性、责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汪小菲并不是一个不爱大 S 的人，甚至可以说他对大 S 的爱曾经是炽热而疯狂的。但现实比感情要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普通的有钱人，汪小菲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家族生意中途遭遇挫折，自己也需要独立扛起巨大的压力，而且他性格冲动，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他也许爱得深，但也冲动任性，伤害得深。他曾经是京城4少之一身边的人对他不是捧就是嘲弄。比如他和王思聪之间的交锋，和常年被网友的这种辱骂也好，或者嘲讽，都让他长时间活在一种被挑战的状态里。他其实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家庭也并不富裕，母亲还在海外进行打拼，所以汪小菲的童年是有缺失的，是有阴影的，他自己的性格也是有缺失的。也许正是这些缺失，也很难让他真正平和的去面对婚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情。他的爱呢是炽热的，但也会带有一种控制欲和波动性。那在汪小菲的这段婚姻里面，大 S 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甲方，甚至连平等的地位可能都难以维持。汪小菲性格强势，事业压力又大，他在事业里的耐心和精力被大量消耗，在婚姻中争吵和矛盾不可避免的就增多，量变就会产生质变。相比之下，具俊晔的人生就相对简单了，他没有家族企业需要经营，没有庞大的生意需要管理，不需要面对几千人的纷繁芜杂，他的事业就是跳舞、演出、代言。那相比之下呢，就轻松很多。而且呢，和大 S 在一起之后，事业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峰，收入大幅增长，他对这一切就充满了感激嘛，也愿意不断给大 S 情绪价值。在这段婚姻里面，大 S 终于成了甲方，而具俊晔呢，也是乐于做乙方的那个人这种角色分配就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具俊晔的人生目标非常简单，就是把重心放在婚姻和生活中，享受生活。这种稳定的关系其实才是大 S 真正想要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其实最想要的就是松弛和稳定。最后要说一点的是具俊晔发文表示要放弃大 S 的遗产。
留给他的至亲骨肉母亲和儿女，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大家看啊，在当下这个舆论漩涡中啊，很多人指责他就是软饭男，认为他是奔着大 S 的金钱去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具俊晔最终获得了一笔巨额的遗产，那么公众一定会重新去审视他们这段婚姻，那就意味着大 S 的儿女会减少遗产的分配份额，那么肯定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为大 S 的儿女所不值，这一定又会掀起新的舆论风暴。而且在无形中，其实就是在否定大 S 对这第二段婚姻的选择，伤害他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去证明和守护大 S 对他的爱，证明大 S 的选择是对的。这是具俊晔最后能为大 S 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